中共为什么要用运动手环监控中学生？难道他们也怕上街学习印尼学生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31号，开始我们今天的5件要闻。第一件事啊，跟你聊一个奇葩的行动。上海的静安区、虹桥区啊，一共有7个区正在招标呢，你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花1.4亿元人民币啊，要为当地的中学生，主要集中在初三和高三，为他们每人配备一个运动手环。的理由啊，说的非常冠冕堂皇，说在上海啊，要实行一个快乐教育，就是每天至少运动2个小时。那怎么完成这2个小时的监控啊？他要给每人啊搞一个手环，这个手环能透露什么信息啊？实时的位置，你在哪儿呢？你运动了多少次，走了多少步，无论是跑还是走。更重要的是啊，有血压、心跳的数据，这些东西不都是个人信息吗？那共产党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我们来分析，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监控。简而言之，这个年纪大多数他不拥有手机，因为中国的初三和高三啊，家长为了应对这个升学压力啊，一小点时间都得让他复习作业，要么就是课外辅导班。为了孩子们防止他们沉迷游戏啊，通常都禁止他们使用手机，至少说90%的家长不给孩子配备手机。那这些人怎么监控啊？这个上班不一样，只要你上了班，大学毕业了，人人有手机，手机不就是实时位置信息吗？共产党要想知道你赚了多少钱，你平时的工作轨迹啊，一目了然。但是这些学生啊，现在会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初三升高中还是高中升大学，都特别卷，卷到什么程度啊？晚上做作业要做到11点多，在这种高压情况下，实际上他比上班啊更累。那结果啊，就造成厌学，要么就是跳楼，还有一些啊，干脆就组织起来啊，要到教育局去上访啊，说我们这个，因为今年2025年已经有这种情况，学生自发的组织起来以后呢，向教育局施压，说我们的学校啊，这个违规补课。你看共产党一看这些学生无所顾忌，那他要表达诉求的时候，就可能会成为比青年人更难控制的一个不稳定源头。如果说你要是上海市委书记，各地啊，他都有一个叫维稳一票否决，出了大事儿，死了3个人啊，要追究。你这种群体性事件他也得追究。比方说重庆那位勇士啊，这个叫投影革命，那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长、当地的区委书记啊，都要在内部承担责任。你在晋升的时候，旁边人说你出了这么大有国际影响的政治事件啊，你就没有这个上升的通道了。所以说上海他觉得花1.4亿就能把这中学生摁住，至少不让你出来，那值。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失。为什么呢？你孩子血压、心跳，他的实时位置，这都是高度隐私呀。因为这里面涉及到3方：家长、学校和这个运动手环的企业。那这些实时数据到底由谁来保管？在这样大数据时代啊，如果他被拿去卖钱，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呀莫名其妙的在街上就被撞了，撞了以后就送去急救啊，急救完了以后突然失血过多休克死了，那有人可能就要惦记他的零件了。所以家长啊，这绝对不是个好事儿，应该去抵制。自己孩子隐私怎么能让企业知道，让教育局知道的呢？保不成每个人呢，哪个人啊就把你隐私给卖了，孩子的安全谁来保障呢？好，我们说第2件事哈。印尼现在成为全球的一个焦点，我们来判断一下啊，这次学生的诉求都是合理的，他反对印尼特有的寡头政治。我特地上午查了一下，印尼主要出口的呀，它更多的是什么？矿产。无论是出口的欧洲、日本还是中国啊，印尼实际上第1大出口产品是各类的矿。第2是什么？
水产品、像美国的更多的是纺织品。但是啊，这些矿、石油、天然气它并不是国有的，它是一些寡头。这些寡头你要想获得这牌照，你不得行贿吗？结果啊，就跟俄罗斯一样，少数寡头呢在欧洲有游艇、有豪宅，每年还能度假，还能养着小三儿。但是底层的人呢，只有打工，没有任何上升的通道。所以说，印尼的年轻人，如果你没关系啊，你没有什么奋斗的这个方向，所以他们才要反对这种制度。而这次走到前台的是两个组织，我看了一下啊，一个叫全印尼学生执行委员会，还有一个组织叫印尼学生民主联盟。看到没有？中国为什么要给中学生配备的运动手环啊？要知道你实施在哪儿，你过多10来个人的聚集，上面就有可能报警。就是因为这些人啊，他如果组织起来的话，可能要重新上演一次8964。8964更多不都是学生嘛？中共啊，他可不想再来一次坦克上街了。那接下来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判断学生的诉求是合理的，但是力量现在集结的还不够。因为现在的总统原来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他还是政治强人苏哈多的二女婿，这个人对军方是比较熟悉的。而且目前的执政联盟呢，对他也产生了背书，这个和8964很像。正义的学生一方并不掌握国家暴力，而这个时候啊，他们可能就是吃亏的时候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最新的消息啊，军方啊已经开始在隐蔽的地方向领头的学生进行定点的射击了。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印尼总统啊，可能要学老邓啊，就是要大开杀戒了。当时他不讲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吗？我不知道这次要有多少人要死亡的。希望学生们都平安吧。如果能达成和解是最好，或者说呢，在现在的执政内部，或者说是印尼的民众要给力，要保护好自己的学生。如果你保护好学生了，那些军人啊也在观望，就跟那个中国一样，老百姓出手啊，军队自然也就不敢。好吧，咱们说第三件事哈。第三件事呢也很有意思，就是现在老习啊在天津搞了一个上合组织峰会。我感觉啊，一句话，这更多的是花钱买别人来捧场，实际上是很丢人的。如果说这个活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来了，哎，你可以长面子。如果说人家都不来，来的也只是退休的一些官员，并不代表政府，来的都是一些平时给你要钱的，那丢的谁面子？丢的仍然是中国的面子。你花钱请人家来，还要给人家各种的援助，这儿有意思吗？也许啊，老习认为自己脸上有光，但是在一些西方主流国家看来呢，他这样恰恰是失分的。你怎么在反美反西方的道路上一直走就不回头了？那对不起了，脱钩断链啊，那是迟早的事儿。现在速度可能就要加快。既然尿不到一个狐狸，那反而早分开是早好。所以说，中国的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然后呢，外国投资也会加速的撤离。这个路是老习自己走的，而中国人啊，你也是跟着一起吃瓜烙吧。这个也怪不得别人。因为今天呢，他提到的志向还是非常远大的啊。我大概节选了一下他的声明，说坚持公平正义，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什么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霸凌行径。你反对这个东西，现在不就是他自己在搞的吗？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他说的这两个东西目前看没啥存在感。你看，联合国调停过什么冲突？没调成吧？至少俄乌有一个5常之一，你都是这个侵略方，联合国作用有限。第二，现在老习搞的这个说维护世贸组织，目前看也没什么。如果说美国作为单一的大市场，他给他的贸易伙伴制定规则世贸组织你是无法去挡住他的。当然了，我们反对老川的这个做法，但实际上客观呢，世贸组织没有啥价值。
他维护这个也不可能成功的。第4件事呢，跟你说一下老川干嘛去了。从周二开始啊，老川一直没露面。周五虽然发了个消息啊，但是那个图都是被查出来，那是去年2月份的。人呢，最搞笑的一点不是这个，而是在推上很多人说老川已经死了。当然这是个谣言了，但问题是这个谣言呢，明明人们知道可能性不大。一个国家领导人真死的话，肯定得公告，是吧？人们知道它是假的，但仍然在传播，而且欢天喜地的配了各种图。我就感觉呢，这些人可能也盼着他走吧。自从他周五发了个消息报所谓平安以来呢，失望的人很多。你看，这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老川你个人的人缘怎么样。不光是他个人了，实际上你无论老习也好，还是某一个那个普京，只要是他3天或者1星期不露面，他的死讯啊，什么被逼下台啊，被架空啊，被关地下室啊，这种谣言就满天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人在做，天在看啊，这个世道人心。好吧，我们说第5件事儿，这也是在华人圈呢热议的一个事儿。马斯克这么聪明的企业家也被自己的下属出卖了，而且这个人恰巧是个华裔，他姓陈，叫做陈雪纯。简而言之啊，他最近干了一件在科技界惊天动地的事儿。马斯克说他把我们的数据库都给拷贝下来了，而且他投奔了死对头 OpenAI。这个事儿呢，根据他内部协调也已经披露出来。在4、5月份的时候，他卖出了700万的 XAI 的股票。这个人可不得了，他是 XAI 的20个工程师之一。你看7月份的时候，他自己还发社交媒体说，我非常高兴在全球顶尖的天才辅导下我们推出了无与伦比的产品。他也自认为是个天才，他也认为这20人是个天才，但是天才怎么情商有点低呢？是因为他卖完了7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5000万的股票以后，他就辞职了。在辞职的前3天，他干了一个你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他拿一个自己的电脑去拷贝了公司重要的机密数据库。因为以他这个级别，他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他主要是架构设计者之一他拷贝完了以后呢，还做了2个事儿，一个是把他电脑重新把这个日志调整了。但是你别忘了，在 OpenAI 这样的企业，或者说像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它都有个部门是反商业间谍部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保安吧。你的任何一举一动，谁访问了什么网络，拷贝了什么东西，你的流量是怎么分配的，这个跟那个透明一样，这些它就放在公司的网络安全日志里。当他发现大量的数据这个拷贝的时候，他就形成了报警。报警的公司实际上知道，但是按兵不动。我想以马斯克的聪明呢，他就得想，你拷贝完了我这个东西你要干什么，对吧？然后呢，3天后他提出离职了。提出离职以后也没追究他，到底要看看他把这东西要去哪儿。后来呢，应该是动用了一些私家侦探的力量这个人他就转投了 OpenAI 上班了，而且办理了入职手续了。行了，知道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投名状去给新东家的。所以现在他已经在加州北区法院起诉了。这次要求的比较严格，要求他赔偿3倍。你知道这套资料值多少钱？据说是值30亿美金。30亿美金，说3倍赔偿的话，那得90亿美金。你说能拿出来？这把它卖了，他也拿不出来还可能要面临多年的这个刑期，有可能终身不能进入这个行业。我就想呢这位天才的工程师，怎么难道就不清楚你的一举一动就会在公司的安全日志里会留下痕迹吗？如果懂行的可以告诉我一声哈。好，今天这5件事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也再次感谢打开小铃铛的朋友们，咱们明天见。